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另外是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另外是资深媒体人徐和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现在北京是金秋时节，所以呢，秋季外交登场了。我们来看看，可能在我们台湾比较少有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画面，可是在北京这是司空见惯啊。在秋天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时节，西班牙国王泰王、挪威的外相接连到访。您看到泰国国王瓦吉拉隆他在这个礼拜四会展开中泰建交50年来第一次泰王对中国大陆的国事访问。那当然，上个月很不幸的王太后施丽吉逝世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习近平也发出了致哀的这个吊唁的一个这个电。那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还有挪威外长都会在中国大陆有一些访问的行程。那中国大陆的外交发言人毛宁就说，这是挪威政府刚刚连任之后进行，体现对中挪关系的重视。那当然，中国大陆是一个大国，它的外交的一个方方面面的事情呢，每一天都有大事。而我们看到呢，他跟这些西班牙，包括在欧洲的国家，到底都谈什么呢？行程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将会晤中国领导人签署协议，大概都是一些经贸的协议。那当然还有一些中西经贸的论坛尽管我们看到美国在事前曾经对西班牙不断的靠近中国大陆这件事情发出了警告，可是西班牙还是持续在经济上寻求跟中国大陆的合作。过去3年西班牙首相Sanchez 已经多次的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了，所以在经济上面呢，虽然美国会提出一些所谓的牵制或是警告，可是这些国家还是有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另外我们来看看稀土战这件事情，的的确确已经发挥了很多的效应出来了，包括欧洲现在要重整军备，可是遇到了困难，遇到了瓶颈，因为98%的稀土都从中国进来，所以呢，你现在想办法要完全的替代，需要时间呢。8到12年呢，不是1、2年的时间所以包括这些稀土会用在 F-35的战斗机、无人机、潜艇，还有战斧巡弋飞弹，这一些都需要稀土。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中美的的确确在习近平跟川普见面之后好像休兵了，可是稀土完完全全没问题了吗？看起来并不是那对于这个很复杂的稀土的出口的禁令，现在暂时像是夹着对美销售松绑到2026年，可是呢，其实并不代表广泛出口管制已经被取消中间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并且有很多的这个包括稀土的出口商说，未来可申请新的简化出口许可，在行业简报中列了所需的文件，因为很多很复杂、很细致的一些操作，我们现在很难一一举例。可是我们必须讲稀土的的确确还是中国大陆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而另外呢，包括一些跟国防相关或其他敏感领域的使用者可能你一般的许可都不见得拿得到。而我们再来看看美国方面美国他也实现了他的诺言川普答应了嘛，所以从今天开始暂停对中国海运业进行301调查这件事情，他暂时松手了他没有再继续做了所以我们看到包括这个暂停对中国进口的岸边起重机、货柜板价征收关税，也暂停对中国建造并且营运停靠美国港口的商船征收费用这个争议是暂时落幕了。另外我们来看看川习会后有一件事情发生，我们都不知道，来自路透社的独家说是美国的 FBI 的局长上个礼拜无预警悄悄的访问了北京，美中都没有公布这项行程，主要这个 FBI 局长巴特尔是要跟中国的官员磋商所谓芬太尼相关的执法的问题。而川普他现在的民调很不乐观，所以他是不是要靠大撒币来救民调呢？他讲了一些话，他说我的关税政策真的很好你们这些不同意的人真的是傻瓜，而且我会告诉大家，每一个人可以拿到2000美元的红利，我要给你们支票他的财政部长立刻出来解释他说这个2000美元的红利
可能以各种形式实现，像是减税，他不见得会给你钱，给你现金或是支票。川普是不是又在夸夸其言了呢？来请教亮哥。川普那个是跟进我们普发1万我跟你讲，那个 Party Market 那个期货市场立刻做，90%的人认为不可能发，所以没有人相信。而且2000块的根据是什么？没有人相信。青菜公公，他本来就是说红利剩下的钱，那个关税，可是问题是12月最高法院要判决啊。他现在结余的钱大概是880亿了美金啊，我认为最高法院很可能会判违宪啊。那接下来当然就是川普自己要决定了，你还要用贸易法、用关税法硬干到底吗？坦白讲，关税啊，我最近看一个民调，美国人对关税导致的进口涨价65%不满意。所以川普也要考虑一下了，要怎么收场啊？那这个稀土是这样啦，中国大陆事实上额外做了一个让步啊，因为在那个川习会之后，双方公布的本来只有10月9号那天的商务部的6个公文，所以他后来又加这一条，在解冻加者对美国松绑，也是延缓1年啊。我认为这个就是中国的礼物了，因为对美国来讲，10月9号那几个公文还没有实施那现在美国稀土就已经领不到了，所以显然是现有的稀土管制就已经发生了作用，所以这一条是昨天公布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中国大陆还是不想让川普死得太惨了，因为如果照这样下去啊，你明年我看民主党至少赢20席以上。所以你认为习近平比较希望川普留着，就是不要太弱，不要太弱。因为我讲白了啦，如果照目前这个态势，那民主党明年众议院领先20席以上啊，其中那美国大概什么决定都做不出来了。那中国大陆认为川普是不是一个交易的好的对象？显然是，就是说就做大交易，所以习近平自己的用语，算大账，对，是不是川普比较容易达成大交易？对，我认为是。所以我认为这一点是，因为这一点如果真的没有补进来我跟你讲，中美这个科技战等于就又停在原点，又进行不下去。那美国那个稀土还是缺啊，又在那边大叫，然后又会说中国大陆没有意思啊，等等等。所以这一条我认为，因为所有的条文都是对称的，那中国大陆本来只同意10月9号的公文可是这一条是新的。额外的，就是加跟着，坦白讲，就是今年4月，2023年的稀土管制了。对，那等于是中国大陆全让了啦。OK， 全让。那当然有一个悬念是说，欧洲是不是比照？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今天看了一个统计啊，美国稀土大概有78%来自中国，德国是91耶，所以德国更痛，所以欧洲会比照，不知道啦。那我跟你讲其实这几个国家都不是关键的啦。这个泰国本来关系就不错，对啊。那西班牙国王又不是主要的权力者，挪威也还好。对，西班牙事实上上次李强去，西班牙总理也去过大陆啊。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主要的啦。我觉得中国大陆真的你要跟欧洲谈还是欧盟啊？是啊，并不是个别国家啊。对啊。那个经济条件还是欧盟决定的，所以我认为这个交易还没有成deal，就是说欧盟可不可以比照美国是得到稀土的待遇了？我觉得中国大陆可能把这个当筹码，那希望欧洲对中国的一些限制要解除了，大概是这样。他们有在谈的吗？这些欧洲有在谈的，所以我认为广义贸易战跟科技战目前就是停了啦，至少有1年的休兵。因为大豆在手上，稀土管制在手上，你美国怎么打？所以渴望你看那个美国连那个港口费都针对中国的船舶费就互相不争嘛。对呀，所以目前应该就是休战状态了那其实最近我看了好几个民调，其实对川普蛮不利的。没错，就是我看到《金融时报》
对川普不满是58那对他满意只有39那第一次跌破40%所以你紧不紧张啊？那看到那个地方选举你都输嘛？那最近这个美国人叫做 affordability backlash 就是老百姓觉得生活不能负担，你要不要帮人家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他应该会回到经济面。那如果最高法院判他违宪关税战可能就差不多了，就差不多了。他说有 Plan B 有 B 计划。Plan B 没有办法 cover 全部，而且你的民调更会重挫。所以他现在也可能要算盘要打精一点的啦。来，玉芳委员，你知道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目前来看对川普是不利的啦，因为这里面是涉及到宪政的基本的设计，就是所谓的权利制衡理责的问题。这个税，这个关税也是税的一部分。这个权利征税，这个权利是在国会，不是在你总统，所以这是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尤其是川普自己本身讲了太多次，我关税实施了，我现在赚了多少钱了，赚了多少钱了。对，所以呢，你现在美国他们的这个行政部门的派去的这个出庭的这个代表人说了，就是说，基本上他这个不是税的一部分啦，想要把它切开啦。然后川普怎么样？他们就引用川普自己讲的话去打他。是，对，所以呢，这个看起来会输，但是对川普来讲，某一种程度来讲，这反而会救了他。因为你法院的判决如果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把关税就要做一个处理嘛。当然他也可以不甩，不甩的原因就是说，我即使我还有很多其他的行政的权利可以来对国外增加他们的这个关税。有啊，301、302很多他都会动用的啦。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只是对川普来讲刚刚这个阿亮讲一个字是个关键字，最近在英文的，你看这个媒体上出现最多字就是 affordability，就是你究竟买得起买不起东西，你有没有办法负担你现在的生活费用？那现在的生活费用的冲击是有的虽然可能不像民主党人夸大那么多，但是的确是存在的。尤其这个情形只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因为在早先的时候，这个要征关税，这个是要加关税，是本来就酝酿很久，很多公司很敏感，早就已经提早进口了，所以前面的几个月都在用仓库的东西。现在你仓库的东西用完了，你要重新进口的东西，就要用新的关税加上去。你看看那个美国的物价不腾冲，不飞起来才怪。是，尤其这次的选举连川普自己都用了 affordability 这个字。你看，你连输，严格讲是输了4项，不只有纽约市的市长、维吉尼亚州的州长、纽泽西州的州长，不是加州的选区重划，你共和党也输了。对，所以这样子他真的会担心，会害怕。现在这个你看，这个共和党的众议员都已经有跳出来，特别是纽约州的，说我们明年死定了。你如果共和党政府你不做一些改变的话，我们就死定了嘛。所以这个是要注意，这个西班牙问题是这样，其实中国大陆对西班牙是下手是很久，就要强化跟西班牙关系。我们都知道，它大概是2005年就有一个两国的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嘛，它就已经布局了。它知道 EU 里面有些国家它是没有办法可以这个去影响他们那么大的。然后接着就是所谓的EU这个通到马德里的那条中欧班列，那个大概是2015年还是17年就通车了嘛，接着就是他们有很多的投资啦，你看像去年1年的投资就大概114欧元左右嘛，你看宁德时代也要去投资一个总数跟西班牙公司合作，要投大概40亿下去的，然后所以去年1年就投了100多亿了，所以也就是说好几家中国大陆大的公司都有去投资，所以像欧盟最近很害怕一件事，说你在匈牙利啦，在西班牙啦，有大批的使用中国大陆的零件在装配汽车嘛，甚至大陆的工人都出现在那里嘛，他们觉得这对欧洲的这个汽车业冲击会很大，所以你看，说中国大陆其实早就在准备了。欧盟我在影响里面重要几个成员，甚至只要是成员国，我就可以影响你欧盟的这个布局嘛。至于稀土，我的感觉是这样啦，
表面上是你必须对欧盟整个来谈，可是中国大陆的要求是我左岸审查，那审查的时候德国人可能就不给你过啊，西班牙可能就给你过啊，匈牙利有可能给你过啊，对啊。他要求是逐件审查嘛，是，所以你审查之后有德国、有法国、有英国，英国当然不在欧盟里面，对，你们各自提上来嘛，我要不要给你过，我决定啊。当然，所以在他实际的操作上，他可以看你是什么国家来决定要不要给你。没错，没错，来。请教何谦，是大家都很关心中美关系的演进。我们看到 FBI 的局长到大陆去访问，两边其实两个政府都没有做正式的对外的透露，而是在西方有路透社来问。那今天下午呢，大陆的外交部他也没有否认，但是他也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当然，我觉得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不用太紧张哈，因为大家也知道 CIA 跟 FBI 这两个机构其实有执掌上的区别。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前，我们可能还记得说 CIA 的局长突然跑到莫斯科去跟普京做最后的交涉，但可惜最后没有遏制战争的爆发。那 FBI 这一次去呢，大概我想主要的合作的落点是落在打击犯罪方面，这是 FBI 主要的执掌。而且在10月30号，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在釜山会面的时候，习近平也列出了几个菜单，他就说我们下面在几点上两边要做一些务实的合作，包括打击非法移民啊，包括打击电信诈骗、反洗钱啊，甚至是人工智能的一些跨国的跨境管理。那两边怎么样去形成一些规管的措施啊？我想这反而变成这个两个国家的，我们看到强力部门啊，不管是 FBI 对口，可能是大陆的网管网监部门、反洗钱机构，或者是公安单位。那与此同时呢，前一阵子我们还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汉克瑟斯，他也跟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在这一次釜山会面的前后有非常多的交流啊，重申中美两军的关系啊，要跟两国领导人做的判断相向而行啊，要做同向的支撑，让两军关系变成中美关系的一个稳定因素，而不是不稳定的因素。那接下来除了美国之外，大陆的外交其实不只是对于霸权，不仅是对于强权啊，对于其他中等国家也有很多的支点，包括我们看到泰国是目前在东南亚的最近的一轮支点，那西班牙跟挪威可能也都是意在缓和啊，在整个俄乌战争之下，中国跟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其实关系有一点陷入低档的这样的一个现状。那特别是泰国非常有意思啊。泰国现任的国王这个瓦吉拉隆功国王呢，是在2016年啊，这个他的父亲普美蓬国王驾崩之后他继位的。那所以说，2016年以来，他其实没有正式的，就历史有史以来，泰国国王就没有正式的访问中国。所以瓦吉拉隆功国王这次去啊，这个其实打破了2个记录，一个是他本人的从2016年即位以来的首次访华，同时也是他作为国王以来呢，这个他没有到国外去以国王的身份进行特别正式的访问，所以他把第一个这个国王的威仪的仪节出访啊，留给中国大陆，其实也显示了他目前泰国把大陆当成一个重点的外交的方向。那我们知道，虽然这个泰国跟越南还有老挝不同，它不是共产党主政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其实从意义上不算中国大陆的盟友。但是呢，大陆也对于对泰的关系啊，也有一句术语叫做中泰一家亲。这其实跟我们两岸一家亲有点像，当然两岸关系跟国际关系不同啊。但是在举凡所有的外交关系中，用到一家亲3个字的，其实大陆只有泰国这么用，只有泰国这么用。所以其实泰国的这个亲缘跟这个人文还有社会，泰国有很多的华侨啊，还有很多的。到了泰国非常多年的这个泰华混血，其实台湾人也都非常熟悉啊。我们每次到泰国，我们也都觉得很亲切。包括泰国现在的总理啊，最近到这个新加坡去访问，他还跟新加坡说感谢新加坡政府为他准备了他最喜欢吃的火鸡米哦，因为他是广东人，他家里其实说客家话的，他是华人，对，他是华人的后代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两国中泰的关系非常的融洽。那这一次泰国王去能不能创造一些新的记录？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值得观察。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富比士的大陆富豪排行榜出炉了。他的这个所谓的富豪的榜首还是钟闪闪，大家知道他是农夫山泉的董事长，连续5年登顶哦。那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科技新贵，我们来看看排行第2名的张一鸣，他是字节跳动的联合创办人，身家有693亿美元。排名15的寒武纪董事长陈天石一样哦，他的财富大大的增加了3倍，有210亿美元。而第一次上榜的这位年轻人就是 DeepSeek 的创办人梁文峰，40岁，115亿。那当然，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 AI 大爆发哦，像是这些科技公司呢大赚钱哦，他们的营收也非常的惊人。先来看看字节跳动这家公司呢，它在第3季哦反超了 DeepSeek， 它的旗下有一个 AI 的助理叫豆包，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哦。最近呢，它的行动端的 AI 应用程式哦，占据了中国大陆的活跃用户的
总共有1.7亿哦，所以它变成了榜首。业界也非常的关注哦，它未来可能是新百度吗？哦，我们看到字节跳动哦，现在祭出了高薪哦，月薪12万人民币，大概合台币50多万哦，想要呢增加更多的这个人才进来。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 DeepSeek 在上海的这个进口博览会这里呢，也有很多的表现，包括您看到松下 AI 智能座舱，它就搭载了 DeepSeek。而它在武器上面，武器化，解放军也用了它，并且采购、推广、应用哦，这个是 AI 在中国大陆的应用面的部分。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月之暗面哦，这个叫做月之暗面，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款人工智能的公司，最近呢在业界也非常的夯，因为它旗下有一款叫做 Kimi K2 Thinking， 它的这个模型哦，它的训练成本非常的低，只有460万。刷新了 DeepSeek 的记录，因为过去 DeepSeek 横空出世的时候，西方人士就在讲说，哇，你的训练成本这么的低，可是现在它又打破了 DeepSeek 的记录哦，所以我们看到呢，包括现在呢外媒就把它列为世界第一，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 OpenAI 啊这些西方的人工智能啊 AI 这一些这个公司他们的这个模型的训练成本非常的高，所以他们也在想说，为什么中国大陆可以用这么低的成本来做一个这同样甚至更好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功效。而另外呢，我们看到矽谷这里，美国的媒体就讲美国科技圈现在集体倒戈吗？这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创投人士他讲的，他说合作一家公司现在已经主要的运算工作迁移到我刚刚讲的中国的公司叫月之暗面，他开发的这个 Kimi K2 Thinking 的模型上面，因为便宜嘛，你便宜就会有很多人来用所以呢，我们再来看看呢，像是有一些这个美国它有一些研究室嘛，他们就会来做一些评比比看像这个6大 AI 模型，包括 OpenAI， 包括 Google， 包括马斯克，包括这个我们看到 DeepSeek， 还有阿里巴巴这一些大的这个 AI 的公司，他们产出的 AI 模型到底谁它的营收成长率最高呢？最后的数据显示 ，ChatGPT 它最终它赚的钱成长率是下降。不过阿里巴巴的 Q1 最终是以收益下降22%的成长率赢得了比赛他们是做一个评比就是你在应用上面你回收的一些盈余成长率大概是哪一家现在拔得头筹。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中国 AI 竞争，其实它是有利基的。我们刚刚讲到 CP 值很高、很便宜以量取胜的华为晶片，还有廉价的能源，我们看到美中在竞争，可是包括很廉价的大量的华为的晶片那它基本上可以匹敌辉达的系统。而另外，中国大陆在太阳能、风能、核能在内的这些绿色能源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它准备已经很足够了，所以它的电力是充足的，而且可能是便宜的所以呢，黄仁勋其实不断警告这个矽谷这边监管碎片化加上能源成本会逼疯美国的 AI 企业那当然黄仁勋很急，来请教亮哥。黄仁勋讲的电力呢只是其中因素之一啦。当然中国的电力非常的充足那它就可以用比如说堆叠技术演算，耗电比美国增加20%到25%一样做得出来那可是更重要的不是这个啦，不是，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的人工智能的工程师。你说人才黄仁勋说有100万，那美国只有20万然后第二个就是需求面的创造，因为美国没有错啦，它在供给面，它技术的创新都是领先全世界的可是你最后就要有订单谁来买那就有需求面的创造的问题那中国大陆在创造需求面、应用场景的应用比美国要多得多。那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就是第一个，中国人就是愿意接受那第二个，它的工业产能是全世界的30%，美国只有12%，所以它的应用场景就很多，非常的多样而且政府也鼓励。中国大陆连挖煤矿都有人工智能你就知道
它的应用场景啊，那这个我觉得黄仁勋知道，长此以往啊，包括人工智能的工程师的规模，还有应用场景的无限的遍地开花，美国到最后一定会输给中国啊。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因为我跟你讲，它数字一直在降哦。大概2023的时候，这个我们讲 NVIDIA，它在中国的市占率大概有70%哦。我去年52%，今年搞不好40%啊。去年华为就25%了，就一直逼近了。那结果这一次他去游说美国政府，本来那个 Blackwell，川普不是松口了吗？结果贸易代表 Greer、商务部长鲁特尼克，还有国务卿卢比奥都反对。可是他不是有做了一款 Blackwell 的低阶版？那个中国不会买了，中国不会买，不会买了。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那中国市场占黄仁勋是蛮大的比重哦，20几%啊，大概有150亿美金，所以他当然会痛啊。这么肥的地方抓不到，那就很着急。而且他又着急，华为会慢慢把你吃掉。我们也不要说超过了。坦白讲也没有超过，就是把它市场吃掉，然后它比较耗电。OK， 华为的这方面的算力，它要达到那个 NVIDIA 的水平哦，它比较耗电的。可是中国大陆用电价补贴，那就这样硬追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麻烦啊。然后有什么算力比赛什么，我跟你讲，你不要只看一个报道，就是说 Kimi K2 已经追上了，不是这样的啦。对。因为人工智能它要表现在很多面。他是说他训练成本低。我知道他训练哪一方面嘛。你是文本写得好，还是推理能力，还是软体程式写得好，还是我们一般的物理化学你都可以计算。这个要看整体的面啊。整体的面到目前第1名还是 DeepSeek。你不能只算一面啊。不能只看一个单点。不行啊，不能这样啊。那训练成本降低没有做，初阶的会用。可是到了比较大的模型，人家为什么最后大部分还是绑定 DeepSeek？ 了解。因为它就是方方面面都到了一定的水平嘛。当然。因为我也有用过豆包啦，我都用过。你有用过？腾讯元宝我也用过了。它下载量这么高，表示它都很高。可是因为我没有写软体程式啊。软体程式的人就不一定会用你。OK， 你知道我的意思？一般的我们大众用，我们用不到，我们又不是软体工程师。了解。可是，一般人还要用，还有那个图形呢，就更高阶的空间的模型啊。人家是总的看的啦。OK， 我们一般人，我们是小老百姓，不是理工科的。那我用豆包就够了。我也认为腾讯元宝比豆包好用。真的之类的。所以使用者其实有不同的回馈，不同的评价，用法、不同的评价、不同的回馈。来请教玉芳老师。我觉得以整个 AI 来讲啊，中国大陆距离美国其实还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距离。但是中国大陆就是努力的在追赶。我们刚刚讲到它的东西，说便宜嘛，说便宜其实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就像这个你到百货公司买东西，那个非常昂贵的东西会有人买，但是买的人比较少。多数的阶级，普罗阶级还是用一些比较便宜，他们可以买得起的东西啊。是。那华为的晶片的故事大概也是一样。华为的东西，你说。它跟美国真的当然有距离嘛？你猜一下，有些华为的产品里面都还有美国的晶片在里头嘛？当然就表示你自己利益有所未逮，你才需要把人家东西放进来嘛。但是真的中国大陆真的快速的崛起这一件事，我们在台湾有时候真的不要自欺欺人。对，所以我们要去面对了。譬如说刚刚讲到这个富比士的富豪榜，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刚刚讲说张一鸣啊。这个陈天石，对，然后加上这个梁文辉，梁文峰，对不起，这些都是 AI 或是网际网路的嘛，是，这就代表说，这个他们的新的富豪出现，其实就跟他们新的行业的兴起是有关的。是，早年的时候，中国大陆排行在前面的富豪是做什么？房地产的了，潘石屹，对不对？房地产现在都掉下来，对，掉下来了。这个就是可以看出他们的产业在改变，是国家发展的
方向真的也在改变。这里讲到电力电力其实很重要。因为中国大陆它发展电力的这个生产电力的方式太多，而且它有那么多地方。你看沙漠地区，你那个太阳能光板你可以放多少啊？比如台湾，你就放一些鱼池，人家都怕死的，不敢吃那个鱼了。那这个在 AI 来讲的话，半导体的生产使用，尤其是 AI 的话，电力是非常消耗的。没错，所以不要小看说中国大陆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金钱在发展它的电力，因为你这个国家要走向这个科技化、现代化，要跟其他的先进的国家去比的话，电力是你工业的基础嘛。你这个电力如果不够的话，你怎么去发展呢？所以也就大陆做一些事情是有它的这种先见之明，它会有一个计划说要怎么做。譬如说电动车，那现在欧洲为什么很头痛？就没有想到中国大陆提早去推动了电动车，现在就是发光发热了。是，来请教何谦。是，其实大概10年前啊，大陆在跟国际上在争论，就是说到底中美两国发展 AI 的优势在哪时候，西方大部分其实都只认为说大陆的优势只在于说你有很多人口，所以你的数据是海量的。然后呢，你的政府的这个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比较支持，然后你的社会呢没有那么多关于这个数位隐私的敏感度啊，人民都很爱用。但是对于大陆的团队还有大陆的整个投融资结构，到底能够催生出多少的本土产业，以及你背后支撑你这些应用场景的芯片，你的算力够不够？其实西方是没有底的，或者说也搞不太清楚。这个竞争其实一直到过去2年。OpenAI 先横空出世，我们看到 ChatGPT 大家都在用，然后呢，到了这个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看到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所谓的 AI 6小龙，也就慢慢的浮现出来了。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在大陆待了2个月那时候我就问说，大陆朋友，你感觉今年经济的气势怎么样？他说，其实一开始大家是有点忧心的，因为贸易战的阴影在那边，川普刚刚上台，然后呢，但是大家看到2件东西，一个是机器人，一个是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开始在中国大陆也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开始上线运行之后，大家觉得说，原来在这场大战里面，虽然我们不是第一个打响第一枪的那一支队伍，但是呢，我们也没有输，而且现在看起来，这个大家讲这个全球经济分布啊，中美欧3大家之中呢，欧洲在 AI 这一部分其实是比较落后的啊。由于欧洲有非常严格的数据监管，所以它从上一波的互联网创业浪潮当中，其实就没有诞生什么特别好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那这个当然也影响到现在 AI。现在看起来，在这个以举国之力来做的话，其实只剩下中美2家在做。那刚刚2位老师也都提到了，其实大陆跟美国很不同的一个是，美国的优势可能在于它可以迅疾更多的全球的人才，包括很多欧洲人才，在欧洲没有出逃，他就跑到这个美国去做了。然后再来就是它的资金融资，还有给这个创业团队的资金的奖励、股权的奖励是非常灵活的。那这一方面是大陆的相对比较短板的部分。但是大陆诚如大家所讲的。如果政府认准了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兴的战略行业，我政府决定用政府的力量结合民间的研发资源，甚至由政府来做庄，再来引领这个一些产业的先驱基金或领头基金来做的话，它其实背后由政府公权力配合民间资本赋能的能量是特别大的。那大陆其实在这个今年8月的时候，大陆国务院也出台了一个叫做人工智能加的行动意见，那里面就洋洋洒洒的罗列一大堆，他要把人工智能的翅膀插到哪些领域方面。所以我简单说一下，包括他要赋能工业制造，要赋能消费场景，要赋能一些很酷炫的新兴产业，包括低空飞行啊、脑机接口这些新兴形态，甚至是一些人民的公众服务，包括这个城市的治理、交通的规管、公共公安的这个监测，甚至是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突发性的、及时的气候的变化，它也要通过人工智能来推算、来监控这个大气、水文、海洋、土壤，看看有没有什么一些蝗灾啊，或者一些寒灾啊，或者一些水灾有可能会爆发。甚至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觉得也非常接地气的，就是说他们要在基层的智能医疗上面来用人工智能来辅助，一方面辅助医生帮忙看片子，因为现在发现用人工智能来看，你不管是看 CT 片子或者看你的那个 X 光的片子，其实准确率都可以做到蛮高的。所以在这个很多的应用场景之下，我想大陆由于有应用场景，那它在推升在刚大家说的这个电力啊，在背后做一个支撑，所以电力、算力跟应用场景3者加起来呢，我想大陆是有大陆自己的继承的优势的。当然还有加上人才。对。
不过，另外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现在已经正式进入了3航母的时代，这是福建舰它入列服役。当然，我们台湾包括全世界各地都在密切关注，而这个国家印度它特别关心。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新闻的报道。Beijing unveiled its most advanced warship ever. It's called the Fujian Aircraft Carrier. The Fujian represents a huge leap for China's Navy. The carrier is equipped with an electromagnetic catapult system. The Fujian can launch more aircraft in less time with greater range and precision. Plus, it's a massive warship. The Fujian nearly matches American carriers in size, and with its induction, China has 3 active carriers now. 好，我们刚刚讲到中国大陆的 AI， 我们现在讲到中国大陆的军武的这个成就某种程度呢，过去一直被当成东亚病夫的中国大陆，他们现在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民族的情绪你也可以看到，包括大内宣也不断的在推升这一股情绪。像是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照片是很久以前的照片，那是1999年当时5岁的这一位陈先生他捐钱。分4次捐140元人民币某种程度他们是在要求全国上下大家同心协力来建造航空母舰那现在第3艘的这个航母已经入列了你看到他们的新闻报道，从头到尾铺天盖地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民主情感的一个连结那当然还有一些报道还点出了一些幕后的工程，包括这一位少将他叫做马维明，也现身在福建舰上你看到这是习近平当天亲自去主持，在三亚这里主持这个入列的仪式那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包括福建舰的上头的一些重要的功能，像是电磁弹射所以这个马伟明被称为电磁弹射之父。那另外他也有一些技术包括无轴棒推技术以及超远火箭炮他们说他的这个居功厥伟。而另外美国呢，美国的武力现在还是世界第1，可是他们眼睁睁看着中国大陆在追赶，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些忌惮。我们看到他们的副总统范斯讲了一段话，来听听看。That tonight, as we celebrate at the Commandant's birthday ball, from the young Marines to the old Marines, I, as your Vice President, am proud of you, and we're going to keep on winning America's wars for the next 250 years after this. 好，你也可以看到他在做一个民族上面的一个情感的一个宣示。我们美国未来250年的战争，我们都会赢大家都在说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美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军人领不到薪饷，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先来看看意大利，意大利的外交部上个礼拜6就发表声明说，因为有美军在这里驻这个基地嘛，那么也会有一些 local hire 的一些雇员，领不到钱2000名一级的雇员美军的雇员领不到10月的薪水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么的严重。因为美国驻欧的基地军事基地非常多，数以千计的当地雇员的薪水发放时间的问题当地的政府也都在关切有一些驻外的机构要为美国垫付薪酬所以这个东西的的确确对美国的形象还有各种实际的运作都出现了很大的伤害。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包括美国境内很多美军勒紧裤带为国卖命吗？像这样的标题看起来真的很惊悚美军家庭很惨，长期为温饱发愁像你可以看到呢，因为这个薪水没有付出来，他们这些眷属军眷可能在3餐在这个日常的支出就会有问题。而另外美国过去像是波音公司，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也设计军武的这个公司嘛，可是它在2027年要停止生产2款的商用飞机，还有1款战斗机，这是767-300F 货机，以及波音777F 的货机，以及波音FA-18超级大黄蜂像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战机或者民用的这个民航机它可能都没有办法再继续生产了那还有一件事情看起来也是蛮瞎的，这是美国媒体揭露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他下令，因为他遣返一些所谓的非法移民嘛，他就想说我把一些廉价航空他们的飞机给买过来，然后遣送这些非法移民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那刚好美国有一个廉价航空叫精神航空 Spirit Airline， 他的这个航空公司倒了嘛，这位女士就买了10架飞机，可是
太瞎了，这10架飞机根本不存在，甚至它连引擎也没有哦，所以怎么会有这样的很吊诡的事情发生呢？来请教亮哥。这个福建舰啊，它入列嘛，那刚好对比川普大概在1个多礼拜前宣布以后不要再做电磁弹射，对，他说蒸汽的要回到蒸汽弹射，对不对？因为美国的福特号航母啊，本来那个电磁弹射它是第1艘电磁弹射，本来估计的失误率是大概几万分之一啊，结果真实使用发现是400%，怎么这么高？所以你敢用吗？哦，我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啊。是。那所以川普才会做宣布，说以后不要用电磁弹射。可是你这样就有点丢脸了，而且走回头路。对了，可是而且中国大陆的电磁弹射，因为它不是核动力，它用重油启动，竟然可以弹射，那这个当然美国会怀疑了，说你到底效能有多高啊？可是我跟你讲，中国大陆可怕的啊，它很多技术是追上美国啊，它可怕的是它的制造能量，所以它的那个供给啊很可怕了。比如说我们讲造船业，所以中国现在的做军舰391艘，美国现在大概300艘左右，你就被它追过了。是啊，那前一阵子不是在下饺子？对啊，从2018到2021都在下饺子。军机，它的第5代战机歼20，一年可以做100架，大概3天就再做1架。那你当然 F-35就开始被追嘛。我觉得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都是这种问题，不是说它技术不好，而是它的工业产能，还有任务需求能够配比多少军力上的供应链出了问题。它连导弹，比如说那个精准的炸弹，它现在也被中国追过了啊，因为它有技术，可是做来不及，来不及啊。那所以这个就构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它在整个西太平洋精准炸弹的需求跟实际的供给落差70%，美国大概只能打2周到3周的精准导弹的作战，那它的任务需求希望能够有2个月到3个月，那你这样怎么打？对，所以不是技术不好，是量的问题，数量的问题。然后一样，空军你战斗机的中队你能够提供多少？那任务需求是200个中队，结果他只能够提供134个中队，怎么办？那军舰就更严重了。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范斯不要这边吹牛了，我更相信你们的国防部副部长科比说，美国最大的战略就是不要跟中国开战。啊，你不是领先250年？对，他有讲过。怕什么怕？对不对？为什么要做战略收缩？全球的，所以我跟你讲，科比比较实在了。科比比较老实，有讲出某种程度的实话。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育方委员怎么看福建舰？这样子，这个福建舰现在比较大的这个，当然它很大的进步哦。你看，从辽宁舰这样，山东舰到福建舰，前面是隔7年，后面6年，对，它速度算是很快哦。而且它电子弹射，全世界只不过2个国家，而且它说不定它做的还比美国的好，不一定。我现在但是它还明显还是有缺陷。第一个，它就不是核子动力了。对。当然，下面一艘第4艘可能会有，我们不知道。对。但是美国有核子动力是1961年第一条，叫做 U.S. Enterprise， 是7月号。对。它那时候就有了。你看，1961年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中国大陆还是没有办法。所以这种科技的差异，我们就要谈中国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不要夸大它的成就，你要强调它进步是很快，但这还是个差距。第二个，就我看他们那个专家学者讲的也有道理。美国他说，你看那个福特号它是10万吨嘛，对，你这个就8万吨而已嘛， 8万，对。然后你这个的结果，你又是要放燃油，那燃油量很大，所以你的整个的飞机的载重、武器这些，你就会比人家少很多嘛。是。
另外一个问题大概就是那个甲板设计有问题。我看下一次他们大概也会，中国大陆大概也会调整。的确就是起飞跟下降的那个角度只有差6度而已，福特号是差9度，也就是它有比较隔开来，有安全距离。你这样的结果就是说，起飞跟发射之间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高，为了安全嘛。要不然你一起飞这边这个下降啊，那边要起飞，差距太近的时候就可能撞，不在甲板撞，可就在空中撞啊。所以这个的确是非常明显错。其实我讲我觉得很惊讶，就中国大陆已经有造3条航母的这个经验，这个甲板的这种东西，他们应该很了解，怎么会发生这个错误？他们一定有他们的原因我们不知道，我下次可能就调整过来。所以总体来讲，在以航母来讲，你的作战的能力，坦白讲，跟美国之间应该还是有一些差距啦。但是全世界其他国家要跟中国大陆去比，大概是比不上了。所以它的确是军事上的第2大的强国，而且这个差距呢是有可能会缩减，而且速度可能会加快。所以美国才会非常的紧张就想尽各种办法不让它追赶上来。我们进一下广告。我听说是。好，请教何谦。是，其实大家大陆这几天一直在说所谓的3航母的时代正式来临了。那大家其实也都知道说，对于全球的一流级别的海军来说，拿到这个做出3个航母战斗群，其实可以说是一个你跻身于全球一流海军的一个门票因为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一艘是要这个进行训练，一艘呢可能它这个平常在进场维护，那还有一艘在进行这个战备的巡航。但是在这个前2天，我们看到这个福建舰入列画面的时候，我们去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玄机就是说它在同一个港口，福建舰在这边举行这个入列的典礼，旁边山东舰是在那边一旁的伴随着所以未来它其实也引起大家一个联想，就是说，那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双航母的演练的作战的场景，作战演练的场景会发生？那其实这个东西在目前的山东号跟辽宁舰之间呢，已经出现了。特别是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今年6月底从5月到6月吧，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间，山东号跟辽宁号山东号跟辽宁号就一起在这个台湾以东，就是日本南边的这个海域，从比较西边的宫古岛一直开，然后开到右边的这个包括硫磺岛啊，甚至到这个最东边的这个南鸟岛，去进行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远洋的一个战备的演练。那这个东西未来如果诚如刚刚大家讲的，如果换作是福建舰进来跟山东舰来进行搭配，那当然由于福建舰它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它可以搭载这个空警600这个定翼型的比较长程的这个可以看的视距更远的这个侦察机然后呢同时包括这个 F35歼35等等这些第5代的战机都可以部署在这个山东舰上在福建舰上。所以我想未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双航母的舰队的互动在海域上成型。的确可以造这个航母这件事情的确是蛮厉害的，极贵是对你养护各种人员训练技术我们要正视中国大陆在军力上面的世界第2强的这样子的一个地位，我们不要假装没看到。可是可能有一些事实，我们还是要把它理清楚包括刚才委员也讲到了，可能在这个全世界的军力上面，美国